太夸张了，这个也没办法修啊，现在啊，拎得上去吗？老板，你还是往后走，很危险哦，冒烟了，空调冒烟了，看到冒烟了，上面那个什么烟，随时可能会掉下来。我妈摆摊供我上大学啊，现在我毕业了，我带我妈出来摆摊，完全形成了闭环啊。要是我那3年高中没上的话，直接少走了3年弯路啊。我发现我妈才是流量密码啊，她一来就好起来了啊。今天一共卖了40块钱啊，离10万块钱还差9900，不知道啊。反正加油把它学会挣回来。妈妈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看看来办助学贷款的多不多？好多呀。都在办助学贷款，这边最忙，那边人就少了很多，排队排多长的队呀！这不办助学贷款，看来是不行啊！这2年经济不好，缺钱的人确实很多呀，赚钱难呀！看这么长的队伍就知道，这2年确实赚钱不容易。以后回家省着花，3顿饭改成2顿，少吃一顿。我说我穷，看来跟我一样穷的人都多呀。坦克你没有后视镜的，枪炮是不长眼的，还有黑哥们的语言是不通的。暑期档吴京的新电影《再见坏蛋》票房仅24.7万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电影好看吗？我是没看，你们谁看了？告诉我，这个《再见坏蛋》好不好看？我一个正儿八经的山东人，在广东待了20年，在1线城市混了20年，还混得不错的一个老板，竟然回山东3线城市混不下去。哎，你们说搞不搞笑吧？从广东回来这几年，我也没少干生意，也没少干大店，也没少亏钱。当时我是带着点家底回来的，回来之后就干家具城，干了一个又一个，好，生意也好了几年，也辛苦了几年，也累了几年，这几年一下子天塌了，全部亏进去了。现在是失业加负债，你们说这怎么活？哎，很多人都说在外面发展的再好，能在老家站住脚，那才是真本事。现在我信了，我真的信了。在山东啊，没有任何工作可以凌驾于编制之上，在编制里头，公务员就是天花板，事业编其次，国企老师、医生、一审律师、银行紧随其后，其他的工作一律等于无业游民。不管你是娱乐圈、汽车圈、老板圈、金融圈，啥圈都是临时工。我在山东滨州做房产快8年了哈，出门都不好意思介绍自己。在山东滨州这个地界，只要你不带编，你就上不了一丁点台面。管你月收入5万还是2万，毛用没有。山东人不相信收入，工资条可以造假。这个收入呢会有波动，投资呢也会有风险。上市公司随时可能退市，就算把你的存单拿出来甩他脸上，他们都会觉得那些都是虚无缥缈，唯有编制的月收入5000才是天花板。它是五险一金加绩效，生活轻松又美妙，未来终究难预料，只有编制不会掉。女孩见你都害臊，爹妈逢人就在笑，赚钱多少不重要，一旦入编我骄傲。01的板材公司这么坑的吗？上班第2天就被罚了250块钱，当时就让我交了，说好的1个月5600元，结果干了20天就给我1200块，还一副施舍的语气，爱要不要，不要1200都没有，抛去250元罚款，我干了20天就给我了950元，早8晚6，一天10个小时，20天就200小时，时薪竟然高达4.75元，我他妈都无语了。有被公司坑的小伙伴们能不能谈一下你们的经历？
前天我在辣条厂上了1天班，你知道他们给我结了多少钱工资吗？从早上6点半干到下午6点半，中午吃饭我只花了10几分钟。我的工作内容就是装辣条，我是第1天去。他说一沓袋子8块钱，一沓袋子就是200个小袋子，我1天装了10沓袋子，准确的说是10沓半袋子，等于说我1天装了2100个袋子，做了1天。做的我是颈椎疼腰疼，后来我不干了，第2天去要工资，人家给我发了84块钱，从6点半干到下午6点半，84块钱呀。我想去偷东西，因为我活不下去了。我偷东西就是为了活下去，因为父母给我说过，要尊重生命，要珍惜生命，生命不是我自己的，是父母给的，我必须听从他们的教诲。但是父母又告诉我，为了活下去，不能去偷，不能去抢。我依然遵从了父母的教诲，但是我活不下去了。你拿楼梯干嘛？爬楼梯告天呢。天都这么黑了呀。我这有光。这么晚老天爷也睡着了呀。那我就把他叫醒来。老天爷，你醒醒吧！京津县琉璃乡还有没有王法哦？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继续担任村小组组长，并利用职务便利侵吞集体补助资金20多万，从集体补助资金拿钱弥补他们刑事拘留期间的误工费。老天爷，你醒醒吧！你听见了没有？刚刚奔驰公司给我打电话，让我续费，续导航费，续远程费。我说你都不刷抖音了吗？都在骂你们，我在支持你们，那我不得被骂？我很坚定地告诉他，不续，我要换车。我要很坚定地和网友一起跟资本做斗争。你们知道吗？现在在俄罗斯，某些视频不让看了。对，俄罗斯现在有个新的法律，就是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执行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在网上搜了，就是没有看，就是搜也不行，搜了一些极端的内容，就是反对俄罗斯政府的、反对俄罗斯的，去看了这些视频，他们会根据你的 IP，根据你的邮箱或者手机号查出来，然后就完蛋了，要罚钱。第一要罚钱，第二要把你那个排到西伯利亚挖土豆。所以还是在俄罗斯的话，还是别乱搜，好不好？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儿吧，散会吧。马云、王健林、许家印、李嘉诚一起比赛跑100米，大家都笑话李嘉诚年纪太大。比赛前呢，有的热身，有的拍照，有的品酒，就看着李嘉诚老先生慢慢悠悠地跑过了终点。马云说：“李老，发令枪还没响呢，您为啥急着跑啊？”李嘉诚说：“年轻人呐，听到枪响再跑就来不及了。”李先生，你是成功抵抗零元购第一人，必须支持你。我就是那位44岁还没有结婚、没有生孩子、很难嫁得出去的老古董。我现在的心态是，风吹哪一页我就读哪一页，哪一页难懂我就撕哪一页。路不通时呢，我就转弯，我不会把自己逼入死角，允许一切的发生。上天给我什么呢，我就接受什么；上天拿走什么呢，我就放弃什么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得知我命，失之我幸，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态。我是91年的，我不知道有多少跟我一样的91年还大龄单身的女生啊。哎呀，就是还被家里边说什么挑剔、要求高，然后不自量力，然后什么影响生育，年纪越大对自己越不利，就等等等等哈，就是
哎呀，我就是真的，我可想上这儿来唠唠嗑了。就是因为我现在我就觉得我每天的状态就是我也没有啥朋友，就是上班然后下班然后就独处。但我现在我不感觉孤独。再有就是我还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发现我好久都没有哭了。不知道是不是越呆越毒的原因，就是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感觉到委屈哭的了。就是我感觉年龄越大，相反就是我能看淡看开很多事儿，哪怕是别人诋毁我，然后我就觉得无所谓吧，允许自己做自己，允许他人做他人。但是我就也在想，我就觉得我这样我都不知道我这个状态现在这算是抑郁啊，还是算是说是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感觉，我就正不正常现在我也不知道了。就是我觉得我也快成了那个他们说相亲的时候男的就说女的不正常，女的说男的不正常。你说我现在这个感觉就我都不知道我正不正常了。很好玩吗？啊？你看被我逮到了吧？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就一起爬山呢？所以他以为我俩两个去爬山呢。对啊，要去吗？我去干嘛？你不是被施舍的子民，你是纳税人呐，各位。而我们这个社会最稀缺的就是纳税人的意识。今天我就试着讲讲啊，不知道能不能过审。就是你要知道，我们每天所有的消费，你交的各种的税，这些钱汇总起来才支撑起了政府的收入。所以你看，像修路啊、教育啊、医保啊、养老啊、公共设施等等的这些，它不是说谁大发慈悲赏赐给我们的礼物，而这是我们作为公民应得的权利，明白吧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出钱，你买一瓶水交的是消费税，你领的工资扣的是个税和社保，你经营一家公司交的是各种的企业所得税，而这里边最隐蔽的就是你的消费税，因为大多数人根本感觉不到，但实际在商品的产出环节啊，就已经加到成本里边了，最终呢，在你支付商品金额的时候完成了闭环。所以不是国家在养你，是我们在供养国家，明白吗？但现实是大多数人他根本没有纳税人的意识，他们觉得修路是恩赐，哎呀，医保是恩赐，教育是恩赐，甚至在得到一项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的时候还要心怀感恩，这好像就是这一切都是别人的施舍。但这些钱是谁出的？是你，是每一个劳动者、消费者和千千万万个普通人。而我是纳税人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有权利要求公共服务的透明，意味着你有权利监督预算的流向，意味着你不再是被动的接受，而是主动的参与。但在我们的语境里边，纳税人这三个字儿几乎消失了，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被恩赐的子民，而不是出资的股东。这是现代社会，不是封建社会。各位，你去想一个场景啊，就是如果你出钱入股一家公司，你当然要问，哎，你的钱该怎么花呀？收益在哪儿啊？管理者是否尽职尽责呀，对吗？而一旦换到社会运行当中，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，甚至还要反过来感恩，哎，自己花过的钱被重新分配过之后，再一次回到了自己的身边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多数人从来都没有被提醒过，你不是在接受恩惠，而是在行使权利。而你的身份认知一旦错位，结果就是你该质疑的时候选择沉默，该争取的时候选择服从，该理直气壮的时候，哎，就觉得自己好像理亏一样。那么这个也是独立人格的一种灭失。而如果大多数人都没有公民意识，它不仅会让个体受限，更加会让社会停滞。因为当大多数人都忘记自己是纳税人的时候啊，政府它就没有动力去提高自己的效率，公共服务呢也就很难再有上升的空间。而当你把应得的权利当成恩赐，那就等于你放弃了自己本该属于的那份分量。而真正成熟的社会，它绝不靠什么感恩来维系，而是靠规则和契约精神。就是政府管理者是你花钱雇来的代理人，你交税不是为了换取这个所谓的恩情，而是你在让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是归根结底，你记住啊，当你开始以纳税人的身份、以公民的身份来看待自己的时候，你的思维方式、你说话的姿态、你处事的风格都会发生